Let me at him. It's on. Bring it on. Ready for battle. Let me at him. Let me at him. Who's next? Ready for battle. Surprise! I'm back. It's on. Bring it on.
对，如果开自定，然后那个一直自动刷新冷却呢，不然在空中再跳一次，来试试看。Let's do this. It's on. 自动刷新冷却时间，好多钱 ，so much money。家人。 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Let me at him. 30 seconds until minions spawn. 我刷新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我也不够。 Bring it on. Ready Okay. for battle. 反正挺好玩的。 Minions have spawned. Surprise! I'm back. 对不起，我操作太废了。 It's on.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好好，不要乱了，不要乱了，快要开始了，不要再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浪费时间了啊！哎、バカ者め。嗯。
差不多要开始了，3分钟。OK， 倒数10秒。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上的是进阶上路兑现运营指南的第一课，对，也就是之所以要办这个讲座啊，就是要教你们怎么样去打上路，不是只有秀操作，然后秀英雄的专精而已。因为其实这个游戏呢，它比起操作，它更重要的是你的经验跟判断，还有你怎么样去制造信息上的不对称，也就是让对方比较慢的获得资讯，然后你得到比较多的资讯，于是你可以做出比他快的判断，比他正确的判断，比他更有力度的进攻。好，那请各位同学看到第1页，也就是这个 outline 的部分。今天要讲的第一课呢，主要有4个大项。第一项就是如何取得兑现优势。基本上不管是比赛还是 solo， 取得兑现优势的那一方啊，会有巨大的获胜的可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是低端局的话，你可能就是取得优势，可能就是现在把它杀爆嘛，可能就杀300嘛、400，甚至更多嘛。然后可能大概5-6分钟的时候上塔就爆了啊，没有那么快啊。以前的话可以啦，现在不行，现在大概差不多要10分钟之后才可以爆掉上塔。那没关系，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于优势线，对于取得领先，也就停留在这样子的概念了。他们不知道说这个领先究竟对他们对这个团队带来了什么好处，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用很稳定的方式来获得胜利。所以你首先要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是优势，然后你获得了什么样的优势，最后是这个优势怎么样帮助你赢下对线。然后接下来第2个部分的话，我们会看到兵线要怎么看，然后如何管理兵线。当你取得兑现优势的时候，
那对方一定不想让你白赢嘛，对不对？大家打积分都是想要赢的嘛，你看到你快要赢了，他当然会想要来阻止你了。对，对方会投注比较多的资源来关注，就是快要赢线的那一路。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化解对方的进攻，然后维持住自己的领先，然后一路把对方崩到底，崩到他家，崩到他妈都不认得。好，最后一句 story 的，这个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对兵线的掌握。成功的掌握兵线的一方，同时也可以成功的掌握视野，因为对方必须要花时间去清兵，他要清兵，他就不能够去掌控视野。视野跟兵，他只能够选一边。所以说，你如果能够成功的给足够的兵线压力的话，那他们为了要减兵，他们就得要放弃跟你视野的争夺，你就可以控制地图上的区域，然后获得更大的优势。对，那第三个部分的时候，你要讲就是怎么样跟那个 Jungle 跟 Mid 的联动。因为这是一个团队比赛嘛，所以说你在打架的时候不是只有1对1，经常会有什么江国要去入侵对面野区啊，或者是江国走在河道走到河道的时候被人家看见啊，然后打起来啊，台服最常出现这种状况，就是2个人看见了，一言不合就开干，见面第1秒就 all in， 没有 all in 啊，大概就反正就打起来就对了，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就算你上路这边风平浪静，暂时还没有状况，可是中路跟江国是随时有可能跟对方起碰撞打起来的，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碰撞啊？发生碰撞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这是第3个部分要讲的。接下来最后就是第4个部分，就是如何判断对手的 gank 意图。大部分人都说啊，你怕 gank， 你就要把那个眼做满啊，你就要就是你要知道对方在哪边，对方不露头你不上啊。这个其实只是一个非常消极、非常基础的应对方式而已。这个你会这样做，人家也会这样做啊。那这样做都不会出事了吗？对，这样子就可以让你赢线了吗？只要一有危险，你就都不跨出去，一支兵都不吃，这样你就一定会赢线了吗？没有啊，你只是让自己不输而已啊。这只是基本而已。你如果要能够取得优势，在这场做事情，在这场带起风向的话，你就必须要在这基础上了解更多，然后做出更好的判断。就不是只是消极的去止损而已，你要去积极的扩展你的优势。这就是那为了扩展你的优势，首先你必须要判断什么时候对方会来 gank 你，什么时候对方会来尝试把你要那个。你即将要获得，或者是你已经获得的优势，把它打回来。对，所以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要来判断，就是要来讲说怎么样判断对手的 gank 意图。好，下一页，请各位翻到下一页。我也要翻到下一页。所谓的那个兑现优势啊，就是一共有分4种，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兑现的时候只会用到3种。那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血量优势，这其实很简单嘛，就你1000血，人家800血，然后或者是你有3瓶水，你有2瓶水，他没有水了，那你就是1瓶150嘛，2瓶你就多他300血，你的血量比对方多，那你就可以在换血的时候获胜。如果你同等级的话，因为他打你50，你也打他50，这样一下的时候，他的血会先耗光嘛，所以他也知道这样，他不能够轻易的跟你打，又或者是。就是虽然你们之间是难分难解的状态，你可能也杀不到他，他可能也杀不到你，但是他只剩下滴血了，他剩下100多的血，再一招技能中他就要死了。你没有技能丢他，但是你抠一个江果来，江果丢一个技能，他就要往生了，这也是一个那个血量的优势，这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第2个优势，就是兵线优势，就是你的小兵能够做的事情比他多。你的小兵是往前的，或者是你的小兵是呈扇形的，把你保护的好好的，对方要打你就要被小兵打。那他在每一次的换血中，因为他会被比较多的小兵打，所以他会换输。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兵线可以保护你，可以良好的保护你，让你在换血的时候取得那个优势。这样。第3个就是技能优势，技能优势其实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就是。他刚刚技能没有丢中，你领先他一个技能，他某个技能在冷却中，或者是他走位失误被 gank 抓了，他的闪喷掉了，他闪喷掉了，那下一波你有闪他没闪，这也是一个技能优势。
又或者是他带的是传送，你带的是点燃，你线上多他一招，这也是一个技能优势，对。但是这个的话是比较次要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在发生了之后才有改变的。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全部都是好的技能上去打的，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先发生失误，这个就不会，这个技能的优势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比较被动的，是它的优先层级上是列于那个前面那两项的。前面那两项是一定会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减兵嘛，你要减兵就一定会跟人家那个嘛近距离摩擦嘛。或者是你对线一个远攻英雄，你要减兵，他一定会点你嘛，他不可能就说，好，我虽然是远攻英雄，可是我们和平相处，没有这种事。选远攻英雄就是要弄到你没办法吃兵的，你们之间只要互相想要减兵，就一定会有摩擦。那摩擦的时候，根据战斗技巧还有战斗的那个方式的选择，就会出现血量的优势方跟血量的劣势方，也会出现兵线的优势方跟劣势方。前面两种是一定会出现的，后面的这个技能优势是不一定会出现的。然后我们要讲一下这个视野优势，也就是我能够确定我这个出去是安全的啊，我能够确定人在哪边。那来的时候，我如果是对方的江狗先来，我可以跑得掉；或者是我方的江狗先来，我可以确保他不会走到半路，不会说他要绕背 gank 你，绕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对方先抓到了。这个就是视野优势。但是视野优势同样的，它对对线没有直接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当你有血量优势的时候，就算我河道没有眼，今天假设上路，就算我的河道没有眼，我不知道江狗什么时候来 gank我，可是我已经把对方的上路打到剩下100多血了，而且我3招技能都是好的，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人肯定不可能上来凶我，因为什么？因为我3招都好的，他上来凶我，我可以接。就算 gank 来了，我可以先把他给宰了，然后我再跟这个江狗1对1，所以我不一定会输。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优势啊是有一个优先顺序，那个血量优势是最优先的。你血量太低的那一方，他会失去战斗能力。失去战斗能力就是什么？他其实是一个死人，他是一个可以领钱的死人而已。他其实是个死人，但是他还可以他还可以站在那个地方收兵收经验这样子。那接下来就是兵线优势，兵线优势就是怎么样？就是你们的那个血量相等，打起来不一定谁输谁赢，但是兵线现在的这个位置对他比较有利，所以你不能出手，或是兵线这个位置对你比较有利，你如果抓到机会，你可以出手，那你出手的话，你会有比较多的小兵打他，那你会取得血量优势，那你还是会打赢，这个就是兵线优势。技能优势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好，我们看到下一页，下一页这个是定义的部分啊，这个我有叫你们回去先看了，所以这边就不讲了，自己看过就好了，直接在下一页。对，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第一个那个血量优势，如何获得血量优势。我们开个制定，对，这边直接用那个制定跟你们讲就好。Let's do this. 首先要取得血量优势，不外乎就是这么嘛，就是他的血比你少嘛，这样就是血量优势嘛，对不对啊？如果是他的血比你多的话，那就是对方有血量优势嘛。那怎么样制造血量优势呢？一定就是你的技能有打中他，然后他的技能没打中你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一个 Q 我，我也一个 Q 你，我们血量差不多啊。你一个 all in 我一套，我也 all in 你一套，我们血量差不多啊。当然，排除有些英雄是那种有些英雄的技能组的伤害前面比较低，或者是前面特别高，可能这个英雄在对线的时候，你并不能够这样子平等的跟他换算。但是绝大部分的英雄都是一样的，对，绝大部分的英雄都是一样的。你要能够取得对线血量优势的原则就是，你技能命中他，然后你闪过他的技能。所以这边第一点，我们就是要来讲说，这上路三草它的价值是什么？其实现在上路的三草已经很少拿来进攻了，因为它拿来进攻的那个价值并不是很大。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看一下，上路的三草每个比较小，
能够躲，能够在里面能够那个移动的空间比较小，它不像这个下路这个2个草丛这么长，你可以站在这个尾端，也可以站在那个它的尖端，然后人家不知道你在哪边。如果他没有草的视野，对，所以现在的话，这个上路的视野啊，这个上路的这个3草啊，它只能够拿来防守，它在进攻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就是进攻上能够做到的应用就是人先蹲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到对方线推出去了，再从后面出来打，这样绕背，能够做到的就这样子而已。它主要的那个作用已经不在于进攻，而是防守。那3草要怎么样拿来防守？第一点，草里面没有视野，所以那个指定技是打不到你的，指定技框不到你，还有普攻框不到你。当你在对线远程英雄的时候，你不想要离开后退，因为你后退，你再回去减兵，你就可能来不及，节奏上不能够都不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左边的草丛，对，你其实没有后退，你只是往旁边撤了一下，这样子，打不到，好，那我再出来打，打不到我再出来打。这个时候，你除了减少自己在减兵的时候受到的伤害以外，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趁你的小兵被他清光的时候，稍微拉一下线，稍微把那个线往里面拉一点，让那个线减慢后退。还有就是兵线减慢后退的时候，你可以那个吸引对方把眼睛做进来，就是说。我远攻英雄，我就是线上要点爆你，我才选点爆英雄啊！你居然躲在这个草丛里面不让我点，气死我也！于是对方就会把眼做进来弄你。那现在这个版本的那个眼睛是非常缺乏的，你这个第一只眼做下去了之后，你至少要过1分半以后，你才有1只眼。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为了要逞一时的那个凶，然后要把眼睛做到这边，要把你逼出这个草丛的话，他对河道这边的控制就失去了控制力了。那你确定他把这个草弄在这边，他要弄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好，没关系，给你推啊，你就可以让线过来，你就不用再执着一定要跟他维持兵线了，因为他已经丧失河道这边的控制力了。这个时候，你只要让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教学工具。你只要让那个兵线在我方交弹区这个地方停下来，好，对不起，我用蓝色，我用鲜艳的颜色。你让兵线在我方交弹区这个地方停下来，他就不能够对你那个做太超过的进攻。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走过去这条线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扣江狗从这里进行包夹，那他就不好躲了。所以这一点。你的那个利用这个草丛主要是用来防守，那当然近战打近战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用法啦，但是这个用法老实说非常少见，而且通常是在你打输的时候才会这样用。如果你是平局甚至顺风的时候，你是不会这样用的。就是同样的进去草丛没有视野嘛，那可能你是100血，对方还剩300血，那你可能是输定了。但是你如果等技能转好之后，你有可能反打的话。你可以躲进草丛了之后，你用身体卡着不让他进草丛，对，这样可以争取时间。为什么？因为虽然说那个你的英雄在他的画面上失去了，可是你的碰撞面积还是存在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如果点草丛，他点进草丛最近的地方的话，他会因为被你卡住，然后就在草丛外一直这样左右的，他进不去。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争取一个时间。但是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一招很少人在用，而且它的使用时机通常是在你打输的时候。如果你不会打输，你线上是打赢的，你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样子的技巧的。好，3草的运用大概就这样。这个其实，因为是防守啦，所以可以用的比较少。接下来我们来讲的是追击路线的选择。对，追击路线其实很简单，都是一律都是往外。对。如果你今天追击，你确定可以打赢的话，你一定是往外。什么叫做往外？这个请大家看一下画面。追击路线，如果你是往内的话，是像这样子，就是从那个内部往外面打，这样叫做往内啊。如果你说是往外进攻的，如果是往外的话，那是这样子打。这样子的追击路线是比较长的，
红色的那个追击路线会比绿色的追击路线长。为什么？因为绿色的追击路线呢，敌人现在假设红色的这个是红色的圆圈是敌人的话，敌人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失去对他的控制了。他到了这个位置，他可以选择往下跑，他也可以选择往上跑。对，那你如果从内侧这个地方进攻了的话，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不好意思，等一下，你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对，那不管他是往上跑还是往下跑，你的追击到这边就中断了，因为你再追的话，人家这边。人家那个草丛里面可能就突然冲人出来，或者是他的那个塔后面就有人跑出来。那不管是怎么样，你没办法再继续深追。但是今天，好，我们去掉这，我们重来一次。对，等一下哦。对，今天这个状况，如果你是从外侧往内侧追击的话，我们再看一次。如果你是从外侧往内侧追击的话，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到了刚刚说的这个点的时候，你的人应该是，你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的对手会被逼到这个位置，于是他只能够选择往塔后面跑，或者是往槽里面跑。那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是往塔后面跑好了，你跟他一起走。你会在他的交战区之前，你会在他的交战区之前把他挡下来，而且你一直可以打到他，所以追击路线的选择就都是往外侧优先，你能够往外侧走你就往外侧走，不要往靠近地图方向，不要从那个靠近地图边界的方向走，这样你的追击会路线会短很多。OK， 来下一个项目，时间好像不太够了，那我要讲快一点。接下来就是利用小兵伤害啊，这个的话我就直接做一个，我有剪了一个影片了，我们就直接看影片吧。OK， 那个等一下哦，我们就直接看影片就可以了。Minion damage， 好，这个好，再去看一下。这个是比较极端啊，这个是你线已经送过去了之后，然后利用小兵的数量啊，但是打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如果对方在你的小兵比较多的时候，你的小兵比较多的时候跟你打起来，你可以不用真的跟他打，你就是打一下拉一下，打一下拉一下，然后确定小兵整个过程都在打他就可以了。像这个地方的话，我现在5等打4等嘛，我的那个 Q1W 3招全中，大概扣400多血，所以我需要小兵再帮我打掉200多血，才可以把它给干掉。然后我先挨打，挨打，然后让小兵打他，100血，好200血，好够了，可以了，然后给他送走，可以打呀。利用那个小兵的那个对他造成的伤害来把原本不会成立的这个进攻化为可能。对，所以你们在对线的时候要时常注意对方小兵的数量，还有你要注意说小兵是不是在打你。因为比较会的人，他会利用这个差距，然后他会让你说，明明你跟他打，两边都有小兵，但是你总是先被他的小兵打，而且你是被比较多的小兵打，于是你明明就高他1等，或者你高他差不多200的血量，可是你却最后就换输了，就是在双方哪一边对小兵制造的伤害掌握比较敏感。OK， 下面这边就跳过，这个我们赶时间。下面我们来讲下一个，减少受到的伤害。一样，刚刚我们有讲过嘛，3草就是用来回避的，对，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躲进草的方式来闪过它，来闪过对方的指定技跟普攻。那同样的，你也可以透过利用那个调整你也可以用调整线路的方式来减少小兵对你的伤害。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理解到小兵的攻击机制。小兵攻击机制，小兵就3种嘛，近战兵、那个远程兵，还有炮车嘛。近战兵攻击距离手非常的短，他虽然普攻挥很快，可是他手非常的短。也就是说，你只要跟他没有贴在身上，他就打不到你，或者是你跟他的中间有一个比离你更近的单位，他也不会打你。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做到那个拉一下，然后不会被打的状况。来，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Let's do this. 时间不够，后面要讲快一点，但是这个地方还蛮重要的啦，所以我会希望尽量是讲清楚一点。学了一次了之后，多练习几次，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机制。对，那我们就时间快进一点。对，回避跟格挡对方的技能，这个呢，就利用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进攻的时候追击路线是外侧，那它可以把你包起来，那它的技能就比较好命中。所以说，你如果要想要尝试躲掉对方的技能，你应该是尽可能的诱使他从内侧发起进攻。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躲的方向，你可以躲的那个位置比较多，而且你可以那个逃跑的路线比较充足，这比较容易跑得掉，对方比较不容易丢中。他要追击的时候，也容易会因为输出不够，然后不放弃。接下来我们来示范那个拉扯兵线，对，就是怎么样可以让小兵不会打你。正常的状况嘛，假设中路的兵线要推进来，有没有？那他的那个中路的兵线如果要推进来啊，他那个你要挡住他，不让他进来，你就是站在这兵的中间给他打。但是站在线的中间给他打，还蛮痛的，大概打个几波，你1/3的血就没有了。所以你不是只是单纯的站着挨打，你会稍微利用那个小兵的攻击机制，然后来减缓他的那个速度。我示范一次，对，好，我看我用上路来示范，上路可能比较好示范。像这边我要把线那个稍微减缓后退，我就这样子。给他看到一下，然后我再进场；给他看到一下，我再进场。我这样就成功的减缓他的那个进攻，然后小兵的伤害。这样子拉着他，我可以用比较少的损耗，然后来让兵线前进的比较慢。对，这个是在那个对线的时候，当线往你这边前进，就是说你这对你而言线是后退的时候，很常用到的技巧。为什么？因为线是往你这边前进的话，那就代表说你方的小兵比较少嘛，你出手会被比较多的小兵打嘛，那所以你必须要稍微的做这个拉线的动作，让对方不能够过度的加强他的推线力度，然后导致兵一路就送进塔了，然后回推你就有可能被 gank。对，这边讲的就是这个东西，缩短那个小兵挨打的时间，就是你吸引到他的那个仇恨，但是你后退不让他打。他就是因为吸引到仇恨了之后，他会先停下来，然后往你这个地方靠，然后你拉到不能够再拉了之后再停下来，这样子。OK， 那最后就是提升等级。刚刚讲到了嘛，血量优势跟兵线优势嘛，那这两个都是相等，都没有差距的时候，会突然跑出来的差距就是升等，我上6，或者是我上2，或者是我上3，你比对方早升等的话，你会先有等级，而且会有比较好的那个攻击。在这短暂的升级的时间内，这个差距你可以暂时的突破兵线的限制，然后来做一波可能的进攻。不过通常你的线是后退的，你要比对方早升级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所以这个通常是用在那个就是推线的优势的推线方的时候，对。所以你就是要记得说。我比你快几支兵升2等，比方说，我今天第2队兵升2等的时间点是什么？第2队兵的第1支近战小兵死掉，那我就是这样算。比方说，我我那个清掉你的6支兵，第1队的6支兵的时候，你还有3支，我还有3支那个远程小兵，代表什么？我领先你3支远程小兵，对，我领先你3支远程小兵，所以我那个你在清掉第2波的第1支近战小兵的时候，你还要再打死3支远程小兵才会升级。
你就记住这个领先的兵数就可以了。因为实际上你要去掌握你哪一波兵升几级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不是只有一直待在线上，你可能出现 gank 打回家，或者是你配合 gank 把别人打回家，不管怎么样，你离开线上了之后再回来，你的那个兵线就不，你的那个等级跟兵线就不是一个那个 default 值，不是一个初始值了，哎。所以记那个比较什么时候升级比较困难，除非你从来都没有离开线上。那比较容易的是什么？你记住对方落后你多少兵，你可以领先对方几支兵升等，哎，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对方这样子，你能够了解这个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不退，可以给他一波痛击，哎，这样。Ready for battle. 也阻止队友升级，就是刚刚说的嘛，就是他快要升，你领先他3支兵，那他1支2支，哦，这支兵他要升级了，我就突然上去凶你，不让你吃这支兵，你要吃这支兵就要挨我一套，重拳啊！你不吃这支兵，哎，你暂时升不了等，大概是这样子改的。好，下一页，哇，已经1半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近战小兵的那个推线速度跟推线力度，其实这个后面的定义有讲啊，这个其实看定义应该就很理解，你就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远程小兵越多，这个兵线这一波兵完全被清掉了之后，这个优势方前进的那个线会前进比较多的距离。比方说今天如果是我做一个简单的，这边这个是兵线消除的位置，对，假设今天这条兵线在这个地方消除了，如果你是领先3支小兵，3支远程小兵的话，那下一波线可能会到这个位置，对。那如果今天你是领先5支甚至6支以上的远程小兵的话，那这兵线在前进的那个速度会比较快，会到这边甚至更后面的程度。远程你当兵线清完了之后，那个兵线会前进多少是取决于远程小兵的数量。那兵线花多久的时间会清完是取决于近战小兵的数量。所以你要那个改变兵线的那个方向，前进跟后退，你就是清前排小兵；你要加快或者是减慢那个前排推线的速度，你就是去动后排小兵。好，大概这样啊。剩下的这个交战区、非交战区什么的，讲一下好了。对，你各位看到这个交战区的这张图啊，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嘛，对不对？交战区就是那个开战区，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那个我方开战区就是我的开战距离，最好，我有一个最好的开战距离，最大化的开战距离。我今天如果我的线卡在这个地方，卡在我现在甲克斯站的这个地方，我要追击你的话，请各位看到小地图，我要追击你的话，我可以透过从外侧进攻的方式，我可以一路这样子，只追，哦，太大。这个有点废啊，对不起，我可以一路追击，直接追到你的你的开战区以前，甚至如果你非常的惨了，而且我还有闪现的话，我可以追进你的塔里，而整个过程中你的对手都只能够这样跑，他整个过程中都没办法摆脱你，会被你一直追，直到追到你爽为止。或是直到追到有其他人来帮你救下为止的，对，所以我方开战区就是我的开战距离最大，然后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被 gank 或是我被骚扰的话，我只要往后面一小步，我就进到塔下了，我的那个对方的追击距离是最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最适合把你的3个技能一次交掉，然后来挥出一个重拳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讲一下刚刚讲的轻拳重拳的概念。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讲格斗游戏，是这样子的，对。我讲的是在那个 low 的世界里面嘛，就是上路的英雄多半他是血量是比较多的，他的那个体质是比中路跟下路英雄还要好一点的，所以同样的那个中了一招，同样的那个一招技能命中了之后，对中路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重的攻击。比方说劫的手里剑，你被他飙到一飙，你可能就扣了差不多10%、15%的血。但是对于上路的体质来说的话，中了一个技能，一样是扣10%、15%的血，但是
它剩下的血比较多，而且它的回复速度比较快，所以它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差距缩小。所以对于上路来说的话 ，QWE 3招都命中才叫做挥重拳。那只中1招或者是2招的话，这样叫做轻拳，也就是轻的攻击。所以你的那个重拳啊，你今天如果要那个确实的给对方造成伤害的话，你必须要确保什么？重拳挥中了之后，你有足够的追击距离，把那个足够的伤害补到，然后让他上西天。所以挥出重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我方的开战区，然后在中间这个区域，你就是要调整。你就兵线的速度，如果后退的越快，你要把它稍微消除一下，让兵线在这个位置，在开战区要进开战区之前停下来啊。兵线的速度如果后退的越慢的话 ，OK， 你就照着，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顺其自然，让兵线慢慢的过来就好了。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是如果你是进攻方的话，对方试图在这个地方把兵线卡住，他如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不要那个，因为已经要进他的开战区了，你不要真的就去把他去妨碍他，你应该趁他在调整兵线不能够理你的时候，去把视野做足，然后保证说，虽然说你是一个开战区，但是你是孤立无援的，你的江国不能来帮你，所以我先推线了，我取得了等级优势，我可能可以利用这个等级优势继续压制你，直到那个兵线的压力够大，压到你没办法把兵线卡住，然后把兵送进塔里面，是这样子的概念。你交战区告诉你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不要在那个自己的开战区以外轻易的挥出你的重拳，因为不仅不容易命中，而且命中了你也没有足够好的机会去做追击。击杀的可能性很低，还会让你承受在追击的时候可能被反打一波的风险。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到下一页。这是开段期定义自己看，自己看，不讲了。推线速度跟推线力度啊，这个也是自己看。我们刚刚已经大概讲过了，就远程小兵跟前排小兵跟后排小兵，他们在那个推兵线的前进跟后退上的意义。这个自己看就可以看得懂，讲义写得很明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推线，如何管理兵线？其实我直接就示范给你们看就好了。推线就是这4种，没有其他的了。定义的话，你们应该要自己看的，你们那个后面有看过了，所以我直接就讲说这个目的。今天这个线好，现在是往前的，我如果不要这个线那个快速的往前的话，我就是只减最后一下啊。如敌方的英雄打一下小兵，他打一下炮车，我打一下炮车；他打一下小兵，我打一下小兵。他打一下那个远程兵，我如果能够碰到的话，我也打远程兵；如果我不能够碰到的话，我就打一下近战兵。我就是维持这个那个推线的力度。为什么这个叫 burn 线呢？因为这个 burn 就是指把小兵烧掉了，它没有这个小兵在推线的前进跟后退上，它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它就这样是直接丢进火里面烧掉就不见了。对。一般来说啊，在非交战区的时候都是 burn 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应该是等到那个线快要接近那个你的开战区或者敌方开战区的时候才试图调整。在这个地方调整，会在这一个非开战区调整兵线的人，他大概都是有别的意图，就是他可能马上就要离开线上了，或者是他要准备一波 gank 了，或者是他看到你的jungle，他准备要后退了，所以他才会在非开战区的时候去做明显的那个去做 burn 线以外的那个调整动作。对，好，接下来 free line，free line 的话，free line 的话我有做一个那个 free line 的话可以看那个我做的那个范例。对，画面太大，有吗？好吧，那我们看小的。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 free line 的那个动作，精彩片段。这，我看确认一下，这样是有看到了，有，这样子有。
所谓的 free lane 就是你只送兵过去啊，然后人不过去啊。那当然你要送多一点的兵过去，因为你如果只送3支远程兵过去的话，你跟没有送任何兵过去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那个远程兵根本就扛不了多久。对，这边 free lane 那个 free lane 过去的话，就是说对方会被小兵挡住，然后你可以人不用过去的话，你不用承受被 gank 的危险。我先送了半队的过去，然后让我争取了一个那个可以那个做视野的机会，对。然后接下来，现在整个线第2波线过来了，所以那个它现在是一波很大的线。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正常来说，234做这个卡线的动作是对的，但是我不要让它卡，所以我要把它赶出这个卡线的区域，让它进塔。好，这个时候我把他赶出去，让他进塔了之后，他就确定被线绑住了。我回到那个非交战区的地方，他就没办法对我做什么事情了。而且他如果兵不清，突然越过小兵的话，我就知道人会来啊。如果他那个都没有反应的话，这个时候就算人来也是我跟他1对1，我不用怕被战狗打。大概就是这样。今天如果我跟着那波兵进去的话，我就会在塔下，然后被他们2个人夹杀，而且我的兵已经扛到塔了，所以我的兵不会帮我打他们。对，这个就是 free line 的概念。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这个 slow push。slow push 其实你们看很多职业选手以前都会使用，就把后排小兵都清掉嘛，然后让前排啊，这样子的话，兵会像刚刚那样子，就是累积越来越多，然后走得越来越快。一开始的时候是很慢，但是后面会越来越快。这样子的话，你送了一大队兵的过去的时候，你就可以达成说，你离开线上，你也不会有事情，对。或者是你可以那个对防御塔，如果对方无人防守的时候，你可以对防御塔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可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它修改了小兵的移动速度，小兵在超过一定时间了之后，它会越走越快。所以说你现在 slow push 的话，你的兵线的那个堆叠并不会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比较少用了，还是可以用，可是使用的时机跟效果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入线，入线的话，我是想要做示范的，但是时间不太够。我下一堂课如果有空的话，我在有空档的话，我再做那个入线的示范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往下看。控线的话，这个拉线跟卡线其实还蛮常见的，但是我还是做一次给你们看。不是这个教学动作已经没多少时间了，我还按错，浪费时间啊！すみませんでした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等待。那我干脆顺便把那个route线也讲一下好了。那讲一下，那时间结束可能就会到6点多一点，没关系啦，就多5分钟吧。定义的话，我就假设你们已经先看过了，因为之前我就有说，这个上课之前你们要先至少把定义的部分都看过，因为还要在上课的时候讲解定义，实在是太花时间了。对，你应该要懂这个东西操作的是具体你会看到的是什么，然后你只是要看操作者他要注意什么东西而已。对，好，这个地方我们快进30秒。再快进30秒，再快进30秒 ，OK， 直接到小兵出来的时候。Minions have spawned. Let me at him. 走得好慢。我先把一堆兵送过去，然后这个兵会回来，然后你们就看一下那个。这兵就不用管它了，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线送过去，这样回来的速度才会快，你们才可以看得出那个拉线跟卡线。今天如果你是要做自己的线，然后你不想让那个线回来的太快的话，
你想要让你的那个兵线的那个后退的慢一点的话，It's on. 你就是像这样子，把小兵往你这个方向这样带一点，对，这个就是拉线，把那个前排小兵或者就带离他的位置，因为现在还有2只小兵，所以这比较难带。那当你跟小兵跟中间没有任何可以打的目标的时候，他就会打你。所以你这个状况，你看到他头上有一个那个三个那个就是发掘的那个符号的时候，代表他在打你。你吸引到他的仇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往旁边带，让那个线多出了实际的距离。原本的距离的话，应该是像这样子直线的，对，但是。这个实际上透过你拉线了之后，那个小兵前进的距离的话是这样，他前进的路线是像这样子的，对，是这样，先过去，然后被你带到旁边去，也就是说兵线的实际长度没有改变，但是小兵走的距离变长了，多出了一段实际不存在的距离了之后，好像线变长了这样子的感觉，对，拉线就是这样啊，然后像现在这样子的话，假设。江狗那个中路回家了，但是你不想让那个线进去，你就是这样代替小兵当防御塔，代替防御塔当做一个那个路障挡在那个地方，那强行的化解这个推线力度了之后，下一波的兵还是会在这边，但是要注意的是，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如果被人家抓到，你会非常的惨。好，像这样子，把线卡住，然后再往后面带一点，好，下一波线来了之后走掉，这样你就又把一波线空在同样的位置了，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拉线跟卡线，其实是2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操作上有一点不同啊，对。那第二个再来的就是那个，我们来讲那个动态空兵，动态空兵就是像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刚刚那个。我们用到了那个 burn line， 还有那个 free line， 还有那个 slow push 什么的。对，你就是透过去计算这波兵前排小兵有几只，后排小兵有几只，你算出它的那个推线力度是多少，推线速度是多快，然后你去做对应的调整。你想要推线速度快，你想要推线速度加快的话，你就清掉对方的那个前排小兵，这样对线的速度就变快啊。如果你想要对推线的力度变快，就是你想要这波兵之后前进的比较远的话，你就把对方的后排小兵给清掉。对。那 root 线的话就是这样，就是刚刚的状况有一大坨兵嘛，我如果把那个近战小兵全部都清掉的话，那兵会暂时的往前走，对，像这样子，对。你把前排小兵都清掉的话，兵会暂时往前走，会先往外面推挤一点再回来。下一波兵他还是会回来，但是他会先往前推挤一点。这个时候你会争取到差不多3到4秒的时间，兵线会停止3到4秒之后再度往回推。这个就是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你可以离开线上去做演啊，或者去做一波小型的打架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对，clear wave 的话就是像这样子，就兵撞到塔之后，那个被防御塔清掉嘛。对，那定义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不讲了。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之后再问。对，接下来我们来讲那个防守线跟防守圈，这个就是在试听讲座的时候有讲到的。对，防守线就是你视线所及，可以确保安全支援路线的范围，就是你视线到哪边，你的那个防守距离就到哪边。今天你在路上，你看。我能够 cover 到的距离就是这一条线，对，这个还是亮的距离，这个以内的就是我的防守线。如果今天那个我在河道这个地方我做了一只眼，那我的防守线就会变成扩张到亮的区域，亮的线域以内。在防守，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地方发生问题，发生那个跟敌方的碰撞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是可以用最安全、最快速的方式跑过去支援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援机会。但是一般来说，这个支援机会是不会那个时发生，因为人家也知道这个是你的防守线内，
在这个地方跟你的人打起来的话，你有很高的可能性可以比他们家的那个中路或者是他们家的上路快到，所以大部分的那个碰撞都是发生在防守圈，也就是那个警戒区域。警戒区域就是下面的定义，你看，就是刚刚这个防守线的这个状况下，然后你的技能可以勾到的范围。很简单嘛，你的技能能够勾到多远，你的那个位移技能可以让你移动多长的距离，那个就是你的防守圈。那个防守圈呢，会根据英雄的技能范围、跑速、位移技能还有召唤师技能改变。就假如说今天上路的防守线好，只到这边嘛，对不对？只到这一块为止嘛。可是我有传送，所以就是说我在4秒钟之后，我可以把防守圈移动到任何小兵或是在视野到的位置，那我的防守圈就比较大，虽然是有一个延迟性的。或者是比方说我是选一个夜曲，那我的防守圈也是很大，就是我大招可以飞到的地方就是我的防守圈。夜曲这个英雄的防守圈比一般的英雄大一点。攀升逆命这种全半球流或是假全球流的英雄，他的防守圈也都会比一般的大一点。对，这个是他们英雄的卖点。那不管这个防守圈大还是小，不管敌方的防守圈大还是小，重点是你要对自己的防守圈到哪边非常的熟悉。你必须要抓着非常的熟，就是自己的防守圈在哪边。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在察觉对手意图的时候，去对你的防守圈，就是对你的警戒区域做那个一定程度的调整，让你可以来得及去支援，或者是说你可以回避掉危险，你可以提早的跟个打灯高度将狗说，这一波我觉得是不会成了，我来不及过去了，我放弃支援你。你要知道自己的守备范围在哪边，然后你看看有没有调整的可能性，有，然后就算是有，你也要看打不打得赢，有又打得赢，好，你调整你的那个位置啊。如果有但是打不赢的话，你也要跟那个江狗讲，你要跟江狗说，我觉得是打不赢的，我觉得你必须要放弃这个争夺，这边损失给他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打回来，这一波我们不要打，你要跟江狗讲，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江狗看到你在附近。有的时候江狗看到你在附近，他就下意识的认定说你有在关注他，所以如果发生了碰撞，你会比他先到，但是不一定，对，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可以勾到多少的范围，他不知道你可以追击多少的距离跟追击多少范围，而且他也不知道你的兵线压力是怎么样的，你现在的状况是允不允许你可以离开兵线的，这些他都不知道，所以要由线上的你来告诉他。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江狗需要帮忙的时间点，其实这个还蛮常见的，但是就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在在那个 buff 争夺还有河蟹争夺的时候，还有多人强杀塔的时候，只要你的线是前进的，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多人强杀嘛，那个中上野3个人都要来弄上路嘛，或者是东上野3个人都要去弄中路嘛，对。乍看之下，中路好像待宰羔羊，它完全没有反击的余地。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线路是推送的，而且你已经那个囤积的兵过去的话，就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中路不需要真的跟人家打起来，中路可以后退，中路可以只是清兵，可以秀操作，扭动他的水蛇腰，争取时间，然后。在他们决定3人要夹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地图上看到3个人的瞬间，你就可以推线，对，你就可以对对方的塔造成伤害，你就开始领钱了，你就开始在制造你的优势了，对，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你如果在掌握对方意图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推线的话，你就开始在领钱，对方的从三夹获得的好处，会根据你下判断的时间，开始有动作的时间而减少。你越早可以察觉到这个东西，然后下判断，他们从这次3夹中获得的东西就越少。所以为什么你要了解兵线，你要了解控线，因为你要利用这个兵线去化解对方从进攻中获得的好处，还有提升你每次进攻的时候得到的好处，来确实的建立起你跟对面上路的差距。
然后提升你在这场比赛对整体战局的影响力。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兵线。好，下一页，联动 SOP 哦，这个我最喜欢了，对，这个讲，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了，这一定要讲的。今天那个线上如果没有明显的机会的话，那进攻大部分都是由江狗发起。江狗就是天生的冒险家嘛，为什么？因为野区暗的地方比较多啊，亮的比较少。他是经常游走于那个危险区域的，也就是圈外，也就是大家都快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会需要你的帮助。那怎么样去跟江狗做一个联动？最基本的，第一，江狗要做什么事，他要先告诉你。对，他要先提示你扩张守备区域，也就是说你当前的守备区域 cover 不到他，那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比方说他现在要争河蟹，但是你当前的兵线在这个地方，你在兵线是后退了，你正在卡线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要跟你讲，我要做大事了，我要去争河蟹了，我要那个我需要你把线推出去，我需要你把线推出去，掌握对方 top 的位置。对，他会先告诉你。提示你扩张自己的守备圈，然后他提示你扩张自己的守备圈了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你要跟他确认战略目标。你需要我 cover， 那请问你要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现在要拿预示者，我要拿河蟹，或者是我要越过河道去做一波 gank， 或者是我要去争夺对方的东西。你要跟他确认一次，你这一次那个提示我扩张防守圈，你到底要做什么？那如果他可以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话，你就可以评估说，你要抢红 buff 可以啊，我快要上6等了，而且我有闪现，可以，对如果今天他没有给你提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比方说没事，我叫你过去，我就是逛逛，可能看到人可以杀，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人在哪边，这种你就不用理他。如果他不能够明确的提示你们两个在战略目标的这个的共识上面没有达成的话，你就拒绝支援他。我必须要知道你叫我这边过来，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当然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要配合你，我要走到什么位置。所以你这两个达成共识了之后，最后就是确认细节。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今天上路的那个你技能把 all in 把他打得非常的惨，他剩下那个对方上路剩下100多的血，他留在塔下，他不想走，所以这个时候由你来做一个进攻，就是提示他扩张他的守备区域。请他在这个地方做支援，对，请你的江狗移动到那个去取得这个地方的控制权，然后他就会去跟你确认说你是要干什么，你是要塔杀吗？通常他会看得懂因为他应该有在看说线上人的血线，所以你在把人家打到很残的时候去打这个灯，他就会知道你要做塔杀。那最后一点就是因为塔杀是有风险的，弄不好的话可能2个人都会死，所以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要提示细节。你要跟他讲说他没有闪现，然后他什么招没有好，或者是等一下我先扛塔，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比方说你是赵信。他这个已经跑不掉了，你先 Q 小兵2下，然后直接EQ 上去他就死。对，谁先上，怎么上，或者是说，我那个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杀他哦，你可以先走出来，先把他的兵线断掉，让他跑不掉，然后还可以让他那个损失更多的兵。就是当你们已经达成共识的时候，最后就是提示细节，如果有需要的话，提示细节，说谁先上，怎么上，这样子。这个就是一个跟那个jungle跟一个jungle或者跟一个 mid 在执行一个战术进攻的时候，你们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那个联动的 SOP。每一个动作你都要确实这样做，你每一次的进攻你都要跟队友，都要跟这一波会参与的所有人确认说，你要的是什么资源，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那如果你达成共识的这一个进攻的那个确立了，那你就要你有需要的话提示细节。如果这个提示你那个扩张守备区的人，他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他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你他到底要做什么的话，你就不要跟他，对，因为这个人可能是傻的，你跟着一个傻子，你也要出事情了。好，那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页，也就是说怎么样判断对方 gank。
gank 的那个征兆，其实这个地方对方试图调整兵线。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交战区跟开战区跟非开战区嘛，对。当对手在开战区的时候，他是不会再去调整兵线的，因为他随时都要那个准备，在他的开战区，他随时都要准备给你重拳，给你一招重拳，然后让重挫你，然后那个让你败退，然后你也是不会在对方的开战区尝试调整兵线。为什么？因为对方随时都有可能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往你头上扒一下，所以你必须要随时做好防守的准备。就是这个对方将狗一来，你要能够立刻撤退，或者对方的那个技能一来，你要能够马上有反应。所以大家是不会一般的那个高段位的那个对局是不会在对方的开战区或者是在我方的开战区进行任何的兵线处理。所以一般的调整都是这样子，都是在半线的地方，然后 burn line， 然后在快要接近开战区的时候，把多余的推线力度给清掉。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只能够这样做。那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人在提早，就是在还没有进半线，或者是甚至先是后退的时候去做了一个调整兵线的就是那个去改变那个线前进的速度跟力度的状况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发现了机会。比方说这边是半线，但是他的眼睛看到了你们的江狗在吃这个河蟹，好，李信还把 Q， 假设是李信还把 Q2 用掉了，要吃那个河蟹啊，没有招了，他看到了，那他觉得说这边如果来包夹的话，有可能可以逼掉李信的闪，他在半线的时候，他就会试着推线，对，他会试着推线，那你就看到，还没有到交战区，还没有到开战区，他就在调整兵线，他察觉到了机会。或者是第二种状况，他发现了危险，对，他发现了危险，其实反过来讲也可以啊，他发现了机会，或者是他察觉到了危险，对，他看到了你的jungle，然后他觉得说，接下来可能会被 gank， 所以他要试图调整兵线，然后让兵线那个往他这个地方推，然后让他化解他的危险，或者是他要赶快把线送进去你的塔下，然后让线回推，可以让你的江狗不好 gank， 所以在这一块非交战区里面，试图改变兵线，试图不用 burn lane， 试图那个改变兵线流向的人，就是代表说他要准备做事情了，他可能要准备跟江狗去做联动了，这是第一点。对，你可以利用这个意图来确定说他是在附近。然后第二个，对方试图遮蔽视线。就是你们有时候会看到说，有些人把线送过去了之后，他也不跟你打，但是他就站得非常的前面，他就站在这么前面的位置，然后他也不跟你打，这个时候你就要记得，他是在遮蔽视线，他不想要你走出来，然后可能看到他的江狗正在往这个地方走，可能看到他的江狗正在绕草，或者是他的江狗正在那个绕到山脚或者怎么样，他要挡住你。不让你出去，他要遮蔽你的视线，让你没有办法去那个确认说对方是不是江狗要来啊，会做这个遮蔽你的视野，或者是你一往那个草丛走，他马上就有反应，他不让你去亲草丛的眼，他不让你去草丛白眼，这个也是他要 gank 了，这两个都是一个很明显的 gank 意图，不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想要做也他不让你做，你想要那个往前走，他不让你往前走，这个时候托曼就是他要掩护他的队友，他希望他的队友就定位之前不要被你发现，所以这也是一个 gank 的征兆。那第三个就是对方试图牵引，就是跟你打一打之后，跟你换一换血了之后，突然就跑进草丛里面了。或者是跟你打一打换血了之后，明明他可以往塔后面退的，他却故意往河道走，他那个不退该退的位置，他故意要往河道走，因为往河道走其实不好跑的，而且在你不能够掌握对方江狗位置的时候，你往河道跑，可能走到这边的时候就遇到江狗，哇，这边也不能走，然后我交了闪现走到这边的时候又遇到中路，没有闪现又没有招，好，死在这个地方，还送了中路一颗头，然后我们这边的中路就开始劣势了。所以一般不会往河道跑，但是他打一打，他在还可以往后面跑的时候，突然往河道走，这个也是有问题。
这个你也可以透过这个后退来去确认说，诶，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江狗是不是在这附近？如果你有视野的话，你可以分辨出这个人是真的有人要帮他，还是说他只是做一个假动作，希望你可以知难而退。你能够做到视野，你就可以做到事情啊。如果没有视野的话，你就记得这是一个可能会发生的 gank 的征兆，所以你必须要小心一点，不要深追，或是你不要把闪现交了，然后去打那个不足以致命的伤害这样子。第4点就是拒绝唤醒或者尝试劣势唤醒，这个太好看穿了，就是他明明你出现走位失误，他故意不去碰你，为什么？他就故意不打你，而且他让你打的时候，他还不退，他还退一半，退一点点而已，对，让你可以多打，好打得很爽，然后可以一直追，这个也是在吸引你，他也是就是他不希望你离开，他希望你在这个位置久一点，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了之后，他才开始回走，他才开始还手，对，大概是这样。那化解的方式很简单啊，这勾引就是这样。假设今天我已经看到了那个对方有个塞尔斯在这边，然后他可能会往这边出来，也可能会往这边出来。对，那我兵线在这个地方嘛，那我一定要往前推嘛。这个时候我可以打一下兵后退，打一下兵后退，打一下兵后退，这样子。每一次你都可以让他认为说，哎，你要上了，你要上了，但是实际上你都没有上，然后他就在这边前前后后跟你浪费时间。勾引多个几次了之后，他就会知道说，哇，你这边其实是有引的，你其实这边其实是有眼的，你 gank 是 gank 不到他的，你又拖到了时间，然后又让他 gank 失败。勾引是在那个你确定有人在旁边的时候适合做动作，因为勾引的话，其实实质上你是不能够减兵的啦，因为你如果真的去减兵的话，你就有可能被对线上的人抓住，他 CC 空到你了之后人出来，你一连串的 CC 接上，那 gank 可能就成立了。所以勾引的话，它的那个定义其实是怎么样？就是你其实没有要减兵，但是你一直让对方觉得有机会 gank 你，这个叫做勾引。然后下一个那个就是你如果占据视野取得血量跟体能优势，这很简单嘛，对。虽然你站在一个很白目的位置，是一个 gank 的好机会啊，可是跟你对线的人只剩100血啊，他不能够对你拿怎么样啊，最多就是一个江狗出来跟你单挑而已，而且你还不一定输哎，对，因为是单挑，然后搞不好那个线上的人看到那个江狗来帮他，还会想说要帮忙打一点伤害，结果就被你先宰了，还帮你凯旋回血之类的。你如果有一个优势的那个血线跟兵线的话，对方在 gank 的时候就要承受非常大的风险，那你就不会那么害怕。那第3个的话就是那个吧，经典的嘛，调整兵线到我方交战区。刚刚讲了，最小化撤退距离最短撤退距离，最大的追击距离。我在这个地方挥重拳的话，我可以追你追到死。就算今天江狗来了，我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我可以追到死。只要我3招都有命中你，我一个重拳有挥到你的话，我取得一个决定性的优势的话，这样可以。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啊，稍微那个多了5分钟啊，没办法，因为我那个中间操作有点失误。那请大家期待一下下面这堂课，下一次的话我会希望能够把讲义做得更好一点。下一堂课的时间是在1个礼拜以后，一样是礼拜天下午这个时间。OK， 那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大家拜拜。